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惠子。上期我们说了最弱的8位道馆馆主，那么必然要做一期最强的道馆馆主啦，一起来看看吧。1. 板木。板木可是火箭队老大，在无印篇章里他是长盘道馆馆主，作为一个反派组织的首领，实力必然不会弱，并且当时他掌握着超梦这一最强兵器宝可梦来挑战的小茂被他的超梦轻松解决，小智能得到他的这个徽章，多亏了板木让火箭队3人组守道馆。后来长盘道馆在板木离开之后交给了鬼系天王橘子，小智的皮卡丘也是被直接干掉，可见要攻克这个道馆难度是越来越大了。2. 纳兹。在无印22集，纳兹登场，他最强的地方在于他本人就是个超能力者，和超能系宝可梦是心灵相通的，类似于后面的小智和羁绊甲贺忍蛙。不过纳兹的同步率更高，更恐怖的是挑战失败就会变成人偶。这个道馆最后还是小智的鬼子通把纳兹逗笑了，用吉拉失去战斗意识才获胜的。初代超能力简直就是个 bug， 只要控制你没法动弹就算输，而纳兹和宝可梦相通的能力无疑能把这些超能力发挥极致。3. 小西。小西是成都地区满金道馆馆主，他在游戏中就是所有人的噩梦，他的大奶罐有回血、伤害高、耐久高，还会使用迷人让玩家宝可梦停止行动，如果不是等级压制根本过不去。这个被评为 SSS 级难度的道馆在动画中也是非常难对付。第一次小智在无印159级对战，虽然小智一开始就打败了小西的皮皮和尼多娜，不过后来噩梦大奶罐上场，直接一路势如破竹干掉了小智的火球鼠、小巨鳄和皮卡丘。第二次在牧场重新对战，小智巧妙地使用地形让大奶罐的滚动速度变慢，接着皮卡丘使用10万伏特打败了他，但要是在正规场地中，这一策略就行不通了呀。4. 霍米加。霍米加是合众地区利勇道馆馆主，他在游戏中实力很一般，但是动画中他是一个超级强大的敌人，因为他的挑战规则是他只用3只宝可梦，而挑战者可以使用6只。小智在 BW83级与他交战，一只瓦斯蛋就打败了小智的地幔炎和高傲雉鸡，接着蜈蚣王打败了小智的保姆虫，最后一只灰尘山更是强大，把小智的炒炒猪和蓝蟾蜍打败。要不是最后皮神特性静电发动，让灰尘山无法行动，不然结果还真不好说。剩下2位其实还挺纠结的，成都地区烟幕道馆馆主小春，丰原地区馆主千里都很强，还有和小智一起旅行的天童和希特龙也不差，但是最终表现说话还是给了这2位，不喜勿喷。5. 电刺。他是个全能型人才，把湖滨市的电力系统改造得相当先进，之后又当上道馆馆主，但是因为挑战者都太菜，他于是失去了兴趣，就开始白送灯塔徽章，真正字面意义上的白送，就把徽章放在道馆门口，想要的自己拿。后来在小智和大叶等人的努力下，电刺终于同意和小智对战。在 DP 177级中，烈焰猴使出猛火击败了轮琴猫，最终小智拿下徽章。此次电刺没有拿出最强的雷丘，尚且能够把小智打成这样，可见其实力之强，并且他与大叶是不相上下的劲敌关系，暗示他其实有天王水平，只不过他没去当。6. 亚当。比冠军更强的人是谁？那就是冠军的老师，亚当就是这么一位强者。他的徒弟是丰原地区冠军米可利，要知道米可利又是顶级协调训练家，也是冠军，而作为老师的他实力只会更强。在 AG 110级，他与小智对战，他和小智进行了5v5对战，最终在一番苦战下，小智拿下了胜利。7. 小刚。小刚作为跟随小智旅行最长时间的男二，那实力必然是接近中期小智水平的，并且在日月43级，他的大钢蛇已经能够 Mega 进化，并且非常轻松地打败了卡奇的暴眼龟兽，可见其过硬的实力。不过现在他已经不是尼比道馆馆主了，现在尼比道馆是小刚弟弟次郎管理。
而他的弟弟次郎也是和神兽对战过的哟。8. 小霞，小霞是目前为止出场集数最多的女主，她是目前华兰道馆馆主，因为她姐姐对馆主非常不上进，这让她很懊恼。她参加对战次数比小刚还要多，比如娃娃节比赛、漩涡猎岛大赛，她都会去参加。甚至因为一些她想要的宝可梦，她会和小智以战斗的方式争夺归属权，比如波克比和小巨鳄。她的战力也很多。鸭神就不说了，太阳珊瑚的自我再生和镜面反射在漩涡猎岛屡试不爽，最强的要数暴力龙了。在日月43集，他派出暴力龙和小智的皮神对战，此时他的暴力龙能够 Mega 进化，一度给皮卡丘带来很大压力。好在属性上皮卡丘占优势，最终才打败了暴力龙，可见小霞是真的厉害。其实成都地区烟幕道馆馆主小陈和丰原地区馆主千里都很强，还有和小智一起旅行的天童和希特龙也不差，但我还是选了这8位。大家有什么看法都可以说出来，毕竟这只是我个人的主观想法而已。